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环游世界》的视频了。这一期和上一期其实小米算是连着录的啊，因为小米下周要出差，所以看看能不能把这一期提前录出来啊，这个给大家在我出差的时候也可以发出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上一期如果有什么留言的话，我可能在这一期还看不到啊，我们就只能等到后边我们再来处理啊。这边我们先把这几个门给它打开。上一期最后我记得掉下来一个人是吧？啊，还没给他。后来又看了一下，他是个俘虏啊，那直接就给他俘虏掉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啊。这一期呢，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大菠萝做出来啊。然后，毒虫灾，那是这边的毒虫破茧了，这很正常啊，因为这边这么多，不破才不正常。这一期呢，我一个想法是。把我们的这个阵地继续给它补全，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种植区啊给它扩大出来了，因为我们现在人口越来越多啊。这种普通的地呢，种植呢，它的效率其实是比较低的，我们可以考虑开始换我们的这个水栽培了啊，水栽培的种植速度会更快啊，产出也会更快一点啊，所以我们开始逐步的去换啊。这边又有家人啊，是忍儿的情人，好家伙，忍儿都有情人了，忍儿是谁的儿子？忍儿的情人，他是麻痹无法行走啊，麻痹症是可以拿这个闪耀世界的药给治好的。那这个忍儿的情人我们就留着吧啊，那起码他能维持我们忍儿的心情啊。32日的确是有点长啊，还可以啊。高效睡眠加急行者，沉迷厌恶不太好维持心情，但是还可以。只是它的这个属性没什么我们需要的啊，那我们就让忍儿去把它救回来好了啊。救回来，我看看能不能给他治好。我记得啊，这个闪耀世界的药是可以治这个麻痹症的啊。然后这边紧接着又来了一届人才招选会，太好了，我们家里现在特别缺人才。坚韧的侏罗种，侏罗种不错啊，痛觉钝感啊，也就只有一痛觉钝感啊。好家伙，也算行吧啊，也还能用啊。看看这个，这是智人，善良裸体。这是个疯狂打工仔啊，会采矿，这个要留下啊。60多岁有点老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年龄逆转啊，也不是不能用。哇塞，70多了，老姐儿70多了，数学极行乱开枪的70多了。这个可以拿来当手工大师，哎呦都不错啊。那我们拿冲击枪去冲一下吧，因为直接抓的话还是有很多抓不到啊。又一个土焰种，工作狂加坚韧，这个拿去挖矿也不错，都是人才。你别说这难民里人才就是多啊，这也可以留下啊。这不是挖矿，我们现在缺挖矿的人啊，所以挖矿的人才还是要留一下的啊。我们一起去迎接一下。然后我刚才稍微就看了一眼啊。麻痹要想拿这个闪耀世界的药治好，需要10个闪耀世界的药啊，有点贵啊。那我们先不治了啊，等我们凑得齐10个，家里没有这么多，主要是只有3个。那我们凑得齐的时候，我们再说。我们来出来迎接他们一下啊，把他们都给留下来。这我得存个档啊，这么多人才，我得给他保存下来啊。这边接到了一个任务啊，这个任务还是挺不错的啊，一个7名敌人防守的一个哨站，给我们一个气象仪，暴风雨的天气啊，20个闪耀世界的药还是心灵同调都很不错啊。
心灵头条的装置呢，能让我们和其他人的情绪挂在一起啊。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让我们基地里啊，这个情绪最高的人，就是心情最容易维持的这个人啊，放一个心灵头条，它就能起到一个心灵放大器的作用啊，给所有人都提供一个心情的增益啊。一般来说呢，让一个比如说乐天派呀，然后有这个伴侣的角色来做这件事儿会比较好啊。注意，最好不要选择你的基地里的这种领袖型的人物啊，因为领袖型的人物刚开始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更高等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会降低你的这个殖民地的这个初始财富值低的时候带的那个心情的增益啊。但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已经满财富了，其实就无所谓啊，找一个这个心情比较好的人啊来做这件事儿就可以啊。对我们来说，这几个核心小人都可以啊，都可以满足，包括嗜血小人其实也还挺合适的，因为嗜血小人在战场上看到死人是会有心情的增益的啊，所以也还是在战场上做维持都不错啊。所以这任务我决定给他接下来了，刚好呢跟一些这个已经在外面的一些任务，我们就一起把它做掉了。这个操纵仪就算出现了啊。这边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里啊，这个我们上一期复制的这个机械师，好像一直也没出什么健康问题啊，也没有这个器官衰竭，已经过了好几天了啊。一般来说，潜伏期24小时左右，没有器官衰竭，没有心智崩溃，也没有复制症。哎，这我还真没见过，啥都没有的3无产品啊。我看一下这边这个还没有研究完啊。还没有完全调查完，得完全调查完之后会有复制选项，到时候要把它摧毁啊。那机械师暂时就不要出门了，我们派别人去啊，可以让这个徐阳琴为带队啊，或者施一涵带队啊，去把这个外边的事情处理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心灵头条装置啊，好，掉在这里了。那我们给谁来用呢？就给我们的新机男用吧。这种脑部的手术呢，最好还是用这个这个闪耀世界的药，就用闪耀世界的这个药啊，因为这个一旦出问题还是比较难受的，我们就给它安装一个心灵同调装置。我们来到了张地图啊，我们来的人其实不多啊，而且还有一个刚打完一场架带伤的，主要是家里大多数各种伴侣啊不太好弄出来啊。我身上有一发冲击枪，其他的这个东西用处都不是很大啊。然而身上的武器好多啊，还有一把这个小破手枪，我看一下啊。我们最主要还是靠我们2个食尸鬼来进行攻击啊，其他人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啊，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们先把这个动物啊给它牵过去。这回我们不要忘了把食物都带走啊，把这里的东西全都带走啊，包括医药、睡袋这些啊，全都带走。然后我们直接去往这个求救信号的这里啊，这个2个都不会很难的，有2个食尸鬼，我们是足以应付的啊。这种发生在地图外的任务，除了生物任务吧，有几个比较坑的以外，大多数都比较简单啊。这怎么不时的有虫子刷出来？哎。但是我看这虫子也没醒啊，这是第2个进到我们家里的虫子了，这虫子从哪来的？
倒是家里吧，的确缺吃的，来虫子一只一只来，咱也不怕。但是我没搞清楚这虫子从哪儿刷出来的，是这里吗？哦，这里的确有一只啊，那这只是怎么出来的？这种一般要孵化就一起全孵了，我从没听说只孵化一只的啊，好神奇。好，我们来到求救信号这边，这边全是血肉兽啊，血肉兽就更好应对了，还是由我们的两个，这个什么来应对啊？两个食尸鬼来应对，其他的人呢就起一个小小的辅助作用啊，在后面稍微的跟一跟就可以了。这是在打什么？不知道啊，把什么东西拆了，不过数量稍微有点多啊，讲道理稍微有点多。又有伏击啊，有伏击就比较烦啊。哇，这伏击数量这么多啊！阿布，别管那头了，阿布快回来！好，我们开一下狂热啊。被近身了啊，被近身了，很烦啊！往后撤，往后撤。这一下子喷出来的太多了，有点啊！人儿倒地了，看一下人儿的伤势。7小时后死亡，问题不是特别大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摆脱纠缠啊，同时刷出来的数量有点太多了啊。这一场打的就比较惨烈了啊，主要我们的状态一直也不好啊，赶紧该喝啤酒的喝啤酒啊，该吃果子的吃果子。刚才应该嗑个活力水啊，就顶住了啊，不至于倒地啊。如果3个人倒地，只剩食尸鬼就比较危险啊。刚才应该嗑一个，我们让食尸鬼也稍微缓一缓啊。你这个落火，你别往那头走啊，有可能出事儿的啊。看一眼射一寒啊，人儿的话。人儿又倒地了，我们再给他忍下去。我们在这边画一个睡眠点啊，其实有带睡袋的啊，让他们在这边睡一下。有点不好了，2个人患上了流感啊！流感这个病是可以死人的，所以一定要用药啊。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携带有药，并且这里已经完全探索完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我们现在就回家就好了。把这些小机枪我们都占有掉，拿回家去。
这边刷新了一个任务，机器与烟雾产生器啊，又要出去打了。不过这种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一次了，都很简单啊，派一个人带个 EMP， 再带一个 EMP 带不带都行啊，带个手雷啊，再带个这个食尸鬼啊，很好解决。派进这个地图上的这个任务难度是跟你派过去的小人的数量是有关的，你派的越多呢，它刷出来的这个地图可能难度就越高啊。上一次人才招聘会啊，这个狂暴了好几个，死了不少啊，看最后能留下来几个。实在留不下的，我们最好也别浪费啊，最好能把这个大脑扫描了，因为我们现在还差一些芯片去做下一个这个炼狱魔王啊。我们就从中挑选一个幸运儿去扫一下吧。这个神经质工作狂要留下，这个也要留下，不过他的年纪太大了，需要这个什么，需要我们改一改啊。然后机械师还差一点点啊，还差一点点抵抗。然后我们的框是只要等他的这个2.1天结束了，直接给他释放就好了，他直接是我们的人啊。然后心灵迟钝冷枪手这个倒没什么用啊，要不就你吧啊，心灵迟钝的冷枪手还背痛体弱啊。我们把这个过路费收一下，我们就把它作为我们的下一个扫描对象啊。然后这边的这个水栽培也做好了，水栽培上的这个作物的种植的种类是跟我们土地上的不一样的。它首先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这个草莓啊，草莓的产量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它生长周期比较短4.6天啊，产出是7啊。而我们一般的水稻，比如说这个，或者说以玉米为例吧啊。或者说水稻啊，水稻的话是3天啊，产出是5啊，所以这个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水栽培，如果你以食物为主的话，基本上是无脑种草莓的啊，草莓是比较好的。然后一般水栽培除了种草莓呢，也可以用来种精神叶啊。如果你住在山顶洞人没有办法有阳光的话，也可以种这个营养菇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在水栽培上种的这个植物啊。然后水栽培的作用，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让原本不能种植的土地变得可种植了，并且它的生长速度是翻倍的啊，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你是室外的，像我这样的这个露天种植呢，就不需要给它开这个太阳灯啊。那如果你想把这个屋顶给它盖上啊，那这个太阳灯就要打开啊，以维持它的光照，否则植物是没有办法生长的，这里要注意一下。所以太阳灯呢，一般是我们在特殊的天气下才会开的，比如说有毒尘埃，比如说什么这个火山冬天也可以开，温度什么的不满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开。我们可以把这个屋子给它盖上，补上加热器啊，然后把太阳灯一开，就可以让它以一个温室的形式生长，就是耗电而已啊。好，接下来我们去处理一下这个机械集群的事儿啊。哎呀，我们这机械师眼瞅就要加入我们了，这时候越狱就不好说了。这个越狱事件刷的真的恶心啊！而且这几个人这一越狱就不好说能不能留得下来了。但是再为他们用几发错乱枪，我看我上有没有啊？有的话其实可以用啊。无论怎么说，咱先把这个机械师给留下来啊。那机械师不好留，因为机械师的属性太好了，它有坚韧，有各种各样的基因啊，它很难那个什么，很难留下来。我们剩下的就看食尸鬼能留下谁就留下谁了。框别框，我还缺人挖矿的框，你别走啊！你把这继永昌给我留下。
好，这也没死啊，这也没死，但他快了，离死还差一线之遥啊！来，我们去给他治一下，治一下。快死！老大，你一个人打仨，应该问题不大吧？别打死了！我们拿枪柄，砸一砸可以了，拿枪柄砸一砸。好，哐哐没死啊！好，可以啊，哐哐没死。好，这也没死，我看看这个机械师还在啊！别，给他止血，哦，他也没死啊！好，哎，全活下来了，哎呦，真难得啊，真难得呀，全活下来了，赶紧。好，哎呀，经过千辛万苦啊，我们这个复制的机械师终于加入了，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现象产生啊。然后金属异形这么长时间了，没掉肉块，没掉什么，也不会是金属异形，也没有任何的病啊，非常的幸运啊。这个我们就这么成功的复制了一个我们最极品的小人啊，很好啊。欢迎我们的机械师2号啊，可惜的就是他没有这个脑插啊。脑子里没有这个机械师的这个芯片啊，我给他改个名字吧。那既然是复制来的，我们就叫他复制人好了啊，我们管他叫复制人啊。欢迎我们的15号复制人啊，他真的很极品啊，我赶紧给他定制一套这个专属装备啊。好，我们用时间吞噬把我们这个复制人的这个损伤给它洗掉了。然后关于这个方尖碑我们之前已经弹出了第2次提示啊，有了第2次提示之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复制志愿者了，就是主动复制小人啊。然后我们继续调查方尖碑呢，再调查一段时间会出现停用的这个选项，我们就可以把这方尖碑安全的关掉。但是停用是需要消耗2个碎片的，比较贵啊。看大家自己的选择。然后如果你担心方尖碑出事儿呢，也可以考虑给这个方尖碑围一下墙啊，因为如果有这个敌人啊，或者比如说这个虫子意外被激活了，他们离这个方尖碑真的很近啊，他们有可能会攻击这个方尖碑。方尖碑一旦被攻击的活跃度会迅速的增长啊，就很快就会失控啊，这是需要额外的稍微注意一下的。此外呢，我们现在基地里非常的缺食物啊，你可以看到好久没有来任何的人类袭击了啊。然后我们召唤了好多次的这个机械族的这个魔王，也召唤了一些，但是没有什么这个比较优质的袭击给我们提供粮食啊，所以我们现在有点缺吃的。所以呢，之后呢，小米打算稍微利用一下方尖碑啊，并且我们的囚犯啊，基本上就是都是要用来这个招募的啊，绝大多数都是招募的。再有就是要被是任务给的这个 NPC 啊，我们也不能杀他，所以我们现在很缺这个高级的这个芯片啊。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一会儿来利用一下这个方尖碑来搞点事情啊。在此之前呢，我们先存一个档。首先我们可以考虑就利用这个复制人啊，但是复制人他有一次死亡回避啊。看你是想要把这个复制出来的人是要反复利用很多次呢，还是就是想利用一次死了就算了啊？看你自己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就用复制人来做这件事儿啊，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呢，我们需要组建一下远征队。我们家里刚好有一个 NPC 是倒地的啊，就是麻痹症的，那就用它吧，就不用这个死亡回避的了，用死亡回避的那个比较阴 bug 啊，主要是有点太强力了，就先不用了，就利用这个有一个麻痹症的这个 NPC 吧，这个小人吧，我们把其他所有的人呢都派遣到最旁边的这个格子里啊，让他们出我们的这个地图啊，然后呢，我们召唤我们所有的这个食尸鬼啊。把所有能动的这些小人，食尸鬼不算啊，然后囚犯不算啊，所有能动的这些小人都派出地图啊，稍微看一下他们出地图的方向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不能从这个重组的地方出去啊，确保他们全都出去。好，他们出图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让这4个食尸鬼攻击这个方尖碑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方尖碑的活跃度就猛涨啊。猛涨之后呢，这个方尖碑就会被激活，然后呢，它就开始会复制我们的整个殖民地里能复制的这个
小人啊，你可以看到啊，这就复制出来了第一个，但是啊，他有麻痹症啊，他复制了他也站不起来啊。哎，你可以看到啊，这边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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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哎呀，好家伙，这复制的太快乐了，没注意，哎。这有点亏了，要用3个血清。我稍微读一下，但是你要注意啊，它快爆了的时候离它远一点啊！我这没注意，直接让它爆了啊！但是意思给大家表达到了啊，就利用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有了一堆的这种小人啊，然后他们都是敌对的，我们可以直接俘虏。然后这些小人呢，一是可以用来吃收皮革啊，也可以收这个过路费。如果你复制的这个小人是死亡回避的，它还有死亡回避，你可以收双重过路费啊，然后这个也可以用来裂解啊，用来扫描啊，都是可以的啊。我这边就读一下档，重新来操作一下。哇，差一点啊，还是没逃出来啊！要看着它这个圈啊，如果这个圈出现了，及时离开这个圈，就可以把你的这个食尸鬼保住了啊。但好在没死啊，问题不是很大啊。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就回来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地上的这些人处理一下就行了啊。阿布一会儿他自己也能站起来，一会儿救一下也可以。这边我们就有了非常多的苗鸮啊，苗鸮小朋友啊，这些苗鸮呢都会成为我们的碎片啊，以及我们的食物啊。哎，好神奇啊！中间复制出来了其中一个苗鸮没有麻痹症。有点厉害啊！我们自己的这个苗鸮还没站起来啊，这个没有麻痹症啊，有点意思啊，有点奇怪啊，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直接打死他得了啊！好，直接打倒啊！你不人为的受控制，你不受控制，我们就人为的让你受控制一下。这些你愿意去拆器官什么的都可以拆啊。我家里的话，草药还可以啊。我们先扫描一部分吧，我倒是不着急去拆它啊。先扫描一部分，足够用了啊。这些复制人实在是太多了。哦，好厉害，又一个站起来了，这个是什么原因？我还真不明白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人站起来啊，这有点意思啊。这是个什么机制啊？不懂啊，不明白。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说一下啊。这个被复制出来的人本来都是麻痹症，都是倒地的啊，每隔一段时间会站起来一个，是个什么道理啊？啊，我们的框框终于又被洗回我们的窖了啊！看了一下它的需求啊，这几个还得再留存一阵啊，它还得有几天的不开心呢。总体来说已经好多了啊，我们赶紧先把它释放出来啊！欢迎我们的框框归队啊，框框归队了，把这几个人我们转移一下啊。一个小人啊，一个工作狂、坚韧、疾步如飞的童彦种啊，年纪也很轻啊，身体上有一点点伤痕，但是我们现在这么多，只要等到这个好了，我们就可以给他这个治好啊。欢迎我们的新小人啊 ，Lisa 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也赶紧给他再定制一套衣服。
哇，家里这么多囚犯，食物的消耗速度也很快啊！我本意是想召唤一波食物啊，结果这波食物都把自己产生的粮食给消耗掉了啊，这就不是我们的本意了啊！我看我复制了多少了？我复制了5个次生核心了，我也差不多了啊！我们把他们全都处死吧，处决吧，这个实在是养不起啊！或者直接不喂食他们啊，就在这边的这个健康这里啊，概况这里。食物限制这里全都选择成禁食啊，不给饭，不提供啊。但是这个得一个一个操作，还挺烦的。我想着算了，我直接就给它全宰了得了。有5个芯片也差不多了。有现在的这个囚犯数量其实是足够了啊，主要是我养不起了我这。然后另一种召唤食物的方式呢，我装了1箱的这个有毒垃圾啊，我们把这个有毒垃圾投给我们的部落老哥啊，比如说就是他吧，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啊。然后他就是被激怒了啊，被激怒了之后呢，就有可能会触发这个叫污染报复啊，一定要投给这个部落老哥啊，你可别投给那些有先进文明的老哥，那有先进文明的老哥呢，他们有可能会把这个垃圾再给你扔回来啊，他们再用这个飞行舱给你扔回来，你就没有起到处理垃圾的目的啊，你这样就可以一来处理垃圾了，二来就是激怒这些部落老哥啊，让部落老哥来打我们啊，这样我们又有了新的这个食物的来源。我们现在太久没有正常的人类袭击了，好缺吃的，主要是缺肉啊。我们连腐烂的这个叫什么扭曲的肉都快吃光了。我们来召唤一下机械族的最终极的袭击啊！用这个蝶形天线，在我们的生物技术的这个菜单栏里啊，制作这个蝶形天线就可以召唤我们生物技术 DLC 算是终极的一个 BOSS 了。但其实这个 BOSS 是大规模的来机械族的时候，这个比较强力啊。普通的时候，平常来的时候，其实强度并不是很高啊。当第一波我们召唤它的时候，因为来的只有一些小兵啊，所以这一波强度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到后边如果来那种大规模的机械族袭击的时候，它如果混在里边，这个威力就很大了这个赠恶毒蜂呢，一会儿等它落下来给大家看啊。已经落下来了。落在了右下角啊，看一下啊。这个赠恶毒蜂呢，它拥有全游戏最高的在机械族里面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利器护甲和盾器护甲，并且有200的热能防护，意味着这个火焰对它是没有伤害的啊。然后它还有80%的 EMP 抗性，这意味着我们控制它的时候最多只能控制20%的时长，大概也就4-5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然后赠恶毒蜂呢，它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心灵上的一个 debuff 啊，在这边可以看到啊，赠恶毒蜂遥远，刚开始的时候只是遥远，但是它如果长时间在这个地图上你不把它处理掉的话，这个 debuff 会越来越强，到最后减的这个心情非常的多这也就罢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赠恶毒蜂它会去不断的去尝试复活周围死掉的这个机械族啊。如果你跟赠恶毒蜂野战的话，你会发现它会不停的还会远距离像是跳跃啊，它有自己的一个小的折跃的技能，它还会来回的躲避的这个玩家的攻击啊。所以跟它打这个野战是很难的，但是如果它把它引入到我们的阵地里，它的强度就会极大的被削弱，它的一些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它的机动性也好啊，它的这个复活这个友方队友的能力也好，因为它会不断的被我们的这个武器所硬直啊，一直被我们控住啊，一直控住就没有办法去复活它的这个友方的队友了，这都是对我们来说算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小看赠恶毒蜂啊，如果在一个非常这个大规模的机械族袭击的过程里啊，遇到了赠恶毒蜂，对我们的伤害还是很大的。我们接下来就等着它来啊，进到我们的阵地里啊。
我们的家里又多了很多的新人啊，我们要给他们也准备一些武器也好呀，以及他们的站位啊。这里我调了一下这个灯的颜色啊，让这个屋子看起来更有这个仪式感一点啊。然后后边我们要逐渐的开始把各个屋子补全了，我们这边先把仓库区开始补起来啊。好，毒蜂进场了，他从左边来的，没有关系，让他先进来，然后就输出就好了。我们最大的问题，哎呦，我们最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老枪啊，是个懦弱加脆弱，碰一下就倒啊，碰一下就倒，然后实在是不堪大用啊。我们把其他人往右边调一调啊，不往左边调一调，来补一下这个。你别往这边爬了，哎，你别往这边爬了，我求求你。豆根儿怎么站这儿了啊？豆根儿应该往这边站，我这边站位也不对，没关系啊。这个因为机械族的数量很少啊，所以随便打打就能打过。但是之后还是要注意，你别往战场里爬了，老枪，我求求你了。咱能不搞节目效果吗？我这里是有一个泡沫火器的位置可能放的不好啊，挡住了这个我们小人自己的站位。好，我们把这边站位的位置再重新设一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边是你看到这些红色的啊，刚才它就被复活了。我们这边已经生产出了第一个炼狱魔王，但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小阵地其实是没有炼狱魔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空间的啊。炼狱魔王，想要去把它用出来的话，这个地方不太便于魔王发挥啊。所以这个魔王呢，一是可以后边我们打野战去打这个破墙，或者是有一些不得不大规模的阵地的时候我们来用；二是之后我要往这边转成宿舍阵了啊。当然这个转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啊，因为需要好多的材料，但是慢慢来啊。我们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炼石阵啊，在应对普通的日常的这种袭击的时候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炼石阵里边没有办法去插入更多的炮塔啊，所以它在应对连续的多波的啊大规模的这种袭击的时候，它比较乏力啊。而我们的宿舍阵这边是可以往里面加这个炮塔的，所以之后这边我们再慢慢搞啊，现在还不着急啊。这边这个毒蜂就死掉了。毒蜂死掉的时候呢，会给这边放一个大范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针对友军啊，其实是敌我不分的一个EMP 啊，范围内的 EMP 啊，会控住周围的这些敌人啊，然后会陷入一个大规模的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昏迷的状态啊，把这边就给它打掉就好，这边就可以撤掉。这边就剩2个小兵了啊，散了吧。然后我们现在就拿到了这个纳米结构芯片啊，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里，我们就可以解锁这个极致的科技了。我们让我们的机械师把这个纳米结构芯片分析一下，就可以解锁。
我们这边一个这个访客啊，把我们的这个虫巢给弄醒了。现在这么多虫子啊，足足有1万点的虫子在向我们奔来啊！但是我突然发现我这里少2颗雷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陷阱不太好启动啊。我们看我们来不来得及给它补上。来得及自然是最好啊，来不及的话也没有办法，来不及这个陷阱可能这次就用不上了。这个陷阱呢，一定要这个雷的数量要足啊，这个雷的数量不够的话，会导致这个陷阱没有办法激发。我们可以考虑在这边是吧，看能不能吸引一下敌人的仇恨啊，靠这个仇恨吸引的方式，然后给这个机械师再腾一点时间啊，看能不能让他把这个雷给弄上啊。或者哎呀，或者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案啊。咱不是少2颗雷吗？但是这种普通的高爆弹应该是没有这个地雷伤害高的，应该是没有的。我们在这儿补一个弹，看能不能行吧。这边已经进来了啊，看看左边能不能稍微的进一下。好，赶紧往里撤了啊！乐师赶紧跳，跳，好，进！好，他们往阵地里走了，我们赶紧进来。所有人员看看有没有就位啊！这边缺一个近战位，好家伙！得抓紧啊！或者先把这个门可以给他考虑先关上，快！好啊，我们这里先把射击指令两边的射击指令得给它打开啊。这个人先在这儿站一会儿啊，来帮助他去，来帮助这个门提高威胁度啊，减少这个敌人的袭击啊。然后呢，当这边人多了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去踩到这个地雷啊。这个地雷主要起到一个引爆的作用，然后引爆周围的地雷。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上面是有屋顶的。这屋顶掉下来，首先会砸伤一部分啊，然后雷又会砸伤一部分，又会这个炸伤一部分。然后我们的这个这边屋顶塌了，你看到这个就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假如说呢，你在刚才的那个墙的后边，这里再放一个死灵弹啊，这里再放一些尸体，然后这个死灵弹呢也会跟着一起炸，然后这些尸体就复活了，就会把外边的这个敌人帮你清理掉。这是一个连锁的这样的一个反人的阵地的一个想法啊。之前少了2颗雷啊，导致我这个临时去补了一下，好在没有出事儿啊，但这个给我一个新想法，没有必要全用雷，因为一个雷要2个高爆弹啊。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把这个雷的数量省下来。接下来看看我们这边的伤害怎么样，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小人没有过来啊。应该是都在了，这几个拿 EMP 的没有什么大用啊，主要是炮兵枪。这奶奶在哪儿打呢？奶奶，就是我们刚才招到的那个年纪非常大的那个老奶奶啊，这个位置是不是站不太对啊？我们给她设计一下新的这个防御位置啊。着火打虫子是非常有利的。我说这边怎么输出这么低啊？这边怎么没走过来？赶紧让他走过来啊！这个虫子怎么从这里滚出来了？哎，别！你可别瞎开火，你可别瞎。哎，你死了没关系啊！我们把这边的这个墙给它打开啊！这几个高爆弹在这儿，他在这儿点火，我们看着这么心慌呢，看着好心慌。好，这1万点的虫族就算打完了，这也算是第一次给大家看了一下我这边的这个阵地的一个效果啊。其实还是不够好啊，因为有一些的这个屋顶被这边的这个墙所挡住了啊，导致这个屋顶没有完全起到伤害。我们之后的屋顶呢，可以考虑，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么大啊，不要被这边的这个墙，因为只要有墙在啊，这个屋顶你要像这里这样
留一个格子的距离，那这个墙就不会对这个屋顶产生影响。但凡是这个墙跟着这个屋顶连在一起，它就能保护一段距离的这个屋顶不会塌下来啊，这导致我们中间的这个屋顶的伤害没有造成啊。所以这边呢，我们还要再做一下修正啊，把这里的这个屋顶一定要给它移掉啊，这里的屋顶都给它移掉。其他的位置的屋顶我们都给它建造好啊，这样就可以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阵地做补充啊。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波虫子也算是有好处啊，因为这样之后我们这里可以留一点尸体啊。当然我现在有点缺肉啊，我们现在素食的确不缺了啊。这个产这个草莓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素食的确不缺，但是有一点缺肉啊。我看一下我肉食的储备啊。这边好多肉都是我中间这个从商人那里买的啊，所以的确有点缺肉。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留一些尸体啊，给我们作为死灵阵的后备啊，因为后边的袭击如果难度很高的话，死灵阵的这个威力是非常的强的。好的，那本期视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一期我们是做出了我们第一个大魔王啊，然后复制了好多苗鸮啊，我们自己家的这个苗鸮在这里正在洗觉啊，所以跟这些苗鸮混在一起了啊，然后第一次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爆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然后也开始把我们的阵地的逐步的造出来了，卧室这边已经造的差不多了。下一期开始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去丰富这边的宿舍阵了啊。现在的这个阵地明显感觉还是这个局限性还是有的，因为大家的武器不统一啊，这个导致的这个对墙体的伤害啊，实在有点太窄巴了，而且这个位置不适合炼狱魔王的发挥啊。后边我们还是要转战更大的这个阵地啊。这里逐渐可能就只作为一个临时阵地来使用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喽。